在10月6号，有外媒注意到，在珠海航展的最后一天，一款超小型无人机引起了不少的围观热潮。从流出的航展图片来看，这款超小型无人机被称为蜂鸟，是中国华擎创新公司研发。从外形上看，这个超小型无人机更像是一款无人直升机，直观上就像一个小外盒，外加一副螺旋桨。蜂鸟整体长度不足15厘米，螺旋桨主旋翼直径也不超过13厘米，重量仅35克。在央视的相关报道中，主持人还将它放在手中对比过，不足手掌大。然而别看这个造型简单，但本身却可谓是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从官方透露的数据来看，这个小黑盒拥有上千个电子元器件，从传感器到摄像头到电力供应装置，应有尽有。按调侃的说法，这个小东西如果按重量计价，要远超黄金。有业内人士透露，中国这款无人机算得上是目前公开的装备中最小的一款无人机，它的体型让它用了极高的战场隐蔽性、渗透、侦察、监视等等一系列的活动，都有着天然优势。蜂鸟单次的飞行时间大约是25分钟。可支持的通讯距离是2公里，拥有热成像功能和激光避障 AI， 在夜间环境或者山地、城镇等复杂环境下有着极大优势。有观察师认为，如果这种超小型无人机能够投入部队，那么一线作战部队将拥有一款极佳的战场尖兵和巷战神器。体格小意味着便于携带，随时随地可以使用。在执行作战任务中，战场噪音可以完美覆盖蜂鸟发出的声音，加上体积小，利于隐蔽，不容易被敌人发现，能够有效为我军前线部队提供侦察。而在残酷的巷战中，复杂的建筑物如果使用一般的无人机，很容易被敌人发现并针对击落。但小体积的蜂鸟却不一样，可以轻松钻进一些寻常会被忽视的一些隐蔽通道，对未知环境进行侦察。而且哪怕是被发现了，敌人也未必有那么准的枪法可以将其击落，不论是侦察还是生存都有保障。在经过拜登政府的各种招数后，美国开始不断拉拢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围堵。不过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想边打边谈的想法也是不少的。而就在近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又再次对我国抛出了橄榄枝。据相关消息报道，近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中美贸易发表演说时表示，美国将以坦诚对话的态度来讨论中美贸易现阶段出现的一些问题，并且在不激化中美贸易紧张关系的前提下，来积极维护美国的利益。他还称，美方在今后的发展中可以考虑长久共存的模式，中美两国脱钩的发展模式是不现实的，美国将会在不同基础上努力与中国重新连接。随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言人巴里称，一些结束对美国商品征收的关税缺乏正确的方向，这对美国的经济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也对美国的企业产生了影响。那么美国一边拉拢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围堵，一边又对中国抛出橄榄枝，这究竟又是什么幺蛾子呢？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的本性难移，他们向来都是想压迫其他国家，从其他国家身上吸取一些利益。所以说，美国其实一直都是把中国看作是敌人，只不过他们看到了现在的中国贸易市场庞大，能从中国身上得到利益，但同时又害怕中国的实力会超越美国，因此就出现了一边同中国谈话，一边对中国进行打压的局面。其次，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我们大多数观察人士都已经有所耳闻。自从拜登上台以来，美国的经济就一度下滑，以至于快要陷入债务危机的边缘了。而现在，美国想和中国在贸易上合作，就是想借中国的力量来帮美国一把，让美国的经济重回正轨。换言之，就是遇到了困难，想求中国帮忙。对此，也有我国观察人士评论称，想跟我们边打边谈，玩双重人格。我们不吃你美国的这一套，有困难的时候就想让中国帮忙，平时都想打压我们，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再者，我们一定不能上美国人的当，狼吃人的本性不会改。我们与狼共舞，必须要与其保持距离，要时刻做好防备才行。总之，中国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美国的心思我们自然也心知肚明。但是，中国向来都有大国的风范，如果美国真心想和中国合作共赢，那我们必然不会拒之门外。但是如果想玩什么小花招，我们必定不会接受。根据印媒报道看，印度空军参谋长直接放言，印度已经做好了应对2个边界沿线威胁的准备，印度一直在进行战争准备，预防随时都可能爆发的意外。显而易见，印度军队长期处于一种草木皆兵的状态，神经高度紧绷。印度军队很是擅长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自身总是想要使点阴谋，于是也就将其他国家也往这个层面想，对其他国家处于一个高度警惕的阶段。
而印度军队自称的有能力应对两方面威胁，就是变相的在放狠话，警告周边的国家不要妄动。事实上，印度空军能说出这句话一点都不让人意外，毕竟野心是印度空军自始至终都甩不掉的代名词。但这也是后者给自己挖的最深的一个坑。在建军89周年时，印度空军早就对外宣称自身也做好了安全的准备。针对这个方面，印度空军推动了阵风战斗机的服役，从而进一步加大打击能力。到现在，印度空军还在重复这句话，就像是虚张声势，企图鼓舞起士气。针对印度高层的放言，印度内部并没有感到很大的安慰，反而是内心不断涌出惊慌感。众所周知，印度空军的优越感很大一部分来自阵风等外来进口武器，而印度军队也多次凭借这个来震慑其他国家，企图打压外在势力。这次印度空军军队自然也没有放弃机会，对这些武器再次吹捧，但也是这个方面让印度内部激起不小的火花，纷纷拿印度空军开刀。有人直言印度空军就是个骗子，印度的飞机早已经过时，其还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大放其词，企图去挑战其他国家的底线。此外，有人指出这番话就是一个幼稚的发言，印度空军的新型作战装备大部分都要依赖于其他国家，阵风战机不到20架，米格战斗机也在拖后腿，就这样的一个印度空军，不用敌人打击，他们都会把自己的战机给打落。总之，印度空军先发制人，打击未起就遭印度人狂扁，早就已经输在气势上，不战自败。抛开武器这个方面，印度空军的整体实力也令人堪忧。这样一个过度自信麻痹下的印度空军更让人瞧不起了。至于指望盟友美国，只能说印度大概率在做梦。在现实的权衡下，印度基本会被美国抛弃，而美国确实也不值得信任。不管是实力还是外在支持，印度都将会是输的那个。经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近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证实，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与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领导进行了一次线上会晤。据悉，这是拜登政府国防高层首次与中国军方举行会谈，可见尽管当前两国关系日益紧张，但是中美两军的沟通并未因此中断。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两支军队，其高层的磋商内容及得出的结论自然吸引着外界无数人的关注。虽说由于某些原因，中美双方都没向外透露此次会晤的内容，但在如今这个敏感时刻，多数人普遍都认为很可能跟近期美英澳三方组建新的军事同盟有关。这段时间，以美国为首的多个国家频繁利用军事上的举动针对中国，在南海、台海等地区更是动作不断，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冲着中国来的。在此背景下，美国拉上英国和澳大利亚组建三方新关系，美英还承诺帮助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哪怕是为此不惜捅刀法国。表面上是与中国没有联系，但其实不少军事专家均分析，武装澳大利亚是提升该国在印太的军事存在，以更好地对付中国。单从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还是对准的中国来的。面对这种情况，中美两军在此时磋商倒是出乎外界意料。难不成就如相关军事专家所说，中国和美国都没有要和对方开战的想法，不希望矛盾升级成战争？从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这次中美两军磋商，加上此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2次私下联系中国高级军官，很可能说明了美国在对华升级军事摩擦的过程中也是谨慎害怕的。美国在挑衅叫嚣的过程中，其实也在担心会擦枪走火。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不是能够任由其他国家欺负的国家。外界也不止一次传出，如今的中美两国开战没有赢家的说法。目前，美国确实还是世界上军事实力排名第1的国家，但对解放军所拥有的一些实力优势总体已经不大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不惜刷新在世界各国眼里的霸主印象，也要与中国作对的原因，想通过遏制中国崛起来继续维持自己在全球的地位。至于中美在磋商后的结果是战是和，这取决于美方侵犯我国的核心利益问题以及底线问题。不过话说回来，既然美军与我方进行磋商了，就如上述所说，证明了该国也是怕的。毕竟从现阶段来看，中美若真爆发战争，战场的划定也无非是在我国家门口的几个区域。只是在家门口，我国手中的打狗棒一旦挥起，美军自然惨败而归。此前美军在多次军事模拟中失败，已经是在给其提了个醒。总之，中美要真爆发战争，必然会导致世界格局的动荡。当然了，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所谓能战方能止战，让霸权主义敬畏的只有硬实力。
我国不期待战争，但触犯了底线，我国绝不会客气。